遁逃。风物鱼形。 Hello， 大家好，原神3.0版本已经是正式更新了，须弥地图呢已经是开发了一段时间。不过前阵子我们在评测一些骁龙8加新机时，发现3.0版本更新之后呢，相同跑图线路测试，相比之前2.8版本，整体压力呢确实变得更大了。比如说这 K50 Ultra 2.8版本测试的时候，平均帧率呢可以达到59.3帧，整机光呢是5.9瓦，机身发热呢控制在46度左右。结合帧率发热来说，几乎是征服了原神。 但是到了3.0版本，同样跑图线路，平均帧率是58.7帧，但是整机功耗来到了6.5瓦左右，发热更大，帧率稳定性呢也变得更低了。而以上测试呢还是璃月、蒙德这些老地图，如果是须弥地图上进行测试，那么整体负载压力也会变得更大。那么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针对主流旗舰 SoC， 包括 A16、A15、骁龙8加、天玑9000、9000加、天玑8100、骁龙8兼18888等19台旗舰，做一个原神3.0须弥地图的性能横评，看各家旗舰在3.0版本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后续视频的原神性能测试部分，我们也会基于3.0版本新地图进行对比。测试的环境呢是室温25度，手机屏幕亮度固定200尼特，神灵化一段冲刺一段慢跑，持续20分钟。 首先是去年秒天秒地的 A15 处理器，这里我们测试了3台，分别是 iPhone 13、13 Pro 以及13 Pro Max。先来看一下大屏的 iPhone 13 Pro Max， 前面6分半帧率很稳基本是贴着60帧，但再往后呢就开始出现帧率上蹿下跳的情况了，在40帧和60帧之间来回反复波动，平均帧率呢是53.6帧，整机光呢是4.2瓦左右，屏幕在5分钟的时候强制降到了120尼特。 iPhone 13 Pro 的表现呢要更差些，前面6分钟不如13 Pro Max 来的稳，4分钟开始呢屏幕强制降到了120尼特，再往后呢基本就是45帧左右徘徊，20分钟平均呢是49.5帧，整机光呢是4瓦。最后来看一下残血版的 A15 iPhone 13，从帧率层面上来说它要比 iPhone 13 Pro 略高一丢丢，平均呢是50.5帧，而且屏幕亮度呢也没有降得这么猛，6分钟降到了160尼特，整机光呢是4.3瓦，机身最高温度呢是46度左右。 从功耗上来看，其实3台 A15 机型在跑到50帧左右的情况下，功耗呢依然是很低的。但是2台 Pro 的机身发热呢并不低，都在47度左右，没有散热堆料，再加上不锈钢金属中框的散热能力比铝合金差些，这2点确实会严重影响 iPhone 高负载游戏的持续性能表现。当然，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实 iPhone 13 Pro Max 前面5分钟这段满帧不降亮度，平均功耗也就5.2瓦左右。这个整机功耗放在今年任何一代安卓旗舰上，应该是妥妥无压力的。 再来看一下 iPhone 14系列，首先是 iPhone 14标准版，20分钟游戏，平均帧率呢是56.1帧，整机光呢是4.4瓦，屏幕呢没有降亮度。A16 处理器的 iPhone 14 Pro 平均帧率呢是56帧，整机光呢是4.5瓦，但是游戏9分钟屏幕就强制降到了100尼特。 这一次大屏版本的14 Pro Max 其实呢也没有比14 Pro 好多少，平均帧率呢是57.2帧，整机光呢是4.8瓦，同样是9分钟开始，屏幕强制降到了100尼特。游戏后半段都会出现明显的帧率上蹿下跳，在45帧和60帧之间来回波动。机身最高温度差不多都在48度左右所以说对于 iPhone 14系列来说，标准版的游戏体验反而会比 Pro 版更好。 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骁龙8加机型这里我们测试了3台机子，首先是 K50 Ultra， 平均呢是57帧。 前面13分钟帧率还是挺稳的但13分钟开始帧率开始出现明显波动，后面呢则是会阶段性的锁到45帧，整机光呢是6.5瓦，机身最高温度呢是48度左右。一加 A4 Pro 的平均帧率呢是53.7帧，整机光呢是6瓦，平均帧率呢还行，但是全程帧率会频繁在45帧到60帧之间来回波动。CPU 的调度积极性呢也是不如 K50 Ultra， 机身最高温度呢是47度左右。爱酷10 Pro 平均呢是51.2帧，同样帧率波动呢比较大，后半段呢会有一个阶段性的锁45帧情况。 整机光呢是6.2瓦，机身最高温度呢是46度左右。从3台骁龙8加机型来看 ，K50 Ultra 前面调度呢是比较开放的，游戏体验不错，但前期开放的调度也造成了机身发热比较明显，导致后半段需要阶段性锁帧来降低发热功耗。一加 A4 Pro 的表现呢稍好于爱酷10 Pro， 没有出现锁帧的问题，但是帧率波动呢相对来说比较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天玑9000平台和天玑8100平台。 测试机型呢，分别是小米12 Pro 天玑版、X80标准版、K50标准版、GT Neo 3，都是一台 QHDR 分辨率，一台 Full HD 加分辨率。2台天玑9000机型的原神3.0表现差距呢还是挺大的。12 Pro 天玑版平均呢是54帧，整机光呢是6.4瓦；X80平均呢是47.6帧，整机光呢是6.2瓦。 前半段帧率接近，但后半段 X80基本是锁在40帧左右了。两者游戏的帧率波动全程呢都是挺明显的。机身发热方面，12 Pro 天玑版最高呢是49度左右，X80最高呢是45度左右。天玑8100方面 ，K50平均帧率呢是50.5帧，整机光呢是6.1瓦，机身最高温度呢是47度左右。游戏过程中屏幕强制降到了165尼特。GT Neo 3帧率接近，平均呢是48.4帧，整机光呢是6.2瓦，游戏过程中屏幕强制降到了145尼特。总的来说，两台天玑8100机型平均帧
帧率呢会比骁龙8加、天玑9000加机型呢更低一些，但是呢并没有拉开太大差距啊。比如说 K50帧率呢和 iQOO 10 Pro 接近，GT Neo 3的帧率和 X80接近，功耗控制呢也还行，但可能是散热堆料差了一些，都不同程度出现了降亮度。当然，看到这里啊，估计有小伙伴会比较好奇啊，既然这个天玑8200都测了，那么上半年的8建议机型以及去年的888机型3.0虚拟地图的表现会怎么样呢？我们接着往下看。首先是8建议平台的 GT2 Pro 啊，这个机子我们当时测试的时候调度呢还是比较猛的。最新3.0跑图测试，20分钟游戏平均呢是46.3帧，前面3分钟平均帧率呢在58帧左右，但3分钟之后开始锁45帧，整机光呢是7.1瓦，机身最高温度呢是52度左右。而且屏幕呢也强制降到了100尼特啊，结合温度和屏幕亮度来说，体验呢是比较糟糕的。iQOO 9 Pro 平均呢是48.8帧，整机光呢是6.6瓦，游戏过程中屏幕亮度呢强制降到了140尼特，机身温度是46度左右。看来这个火龙8建议机型啊还是老样子，降亮度的降亮度，锁帧的锁帧。当然 GT2 Pro 对比 iQOO 9 Pro 功耗更高，帧率更低，应该呢也和它的调度策略有关系啊。比如说游戏后面直接锁45帧了，但是 CPU 中和大核频率还是比较坚挺啊。维持在 1.77 GHz 加 2.05 GHz 啊，并不是动态调整，无形中也就增加了功耗和发热。骁龙888的机子我们手上剩余的不多了，就用 Mix 4和魅族18 Pro 这两台机子来测吧。魅族18 Pro 是88常规旗舰里面调度比较积极的一款，实测下来平均帧率呢是43.2帧，整机功耗呢是6.2瓦。因为88的 GPU 能效比较差，实际原神3.0表现相比8建议的 iQOO 9 Pro 呢更低一些，但优点呢是没有降亮度。Mix 4呢，因为调度比较弱，游戏全程卡顿感十足啊。进入游戏1分半开始呢，就开始大幅降频，平均帧率呢是32.6帧，当然功耗温度呢也不算高，4.8瓦，机身最高温度呢是44.7度左右。游戏后面5分钟呢是锁到了30帧，并且还会间歇性掉到20帧左右。反正两代火龙机型的表现，大家就图个乐吧。毕竟之前老版本原神的表现呢也是不太行，只能说3.0版本压力变大之后，游戏体验的进步变差了。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老一辈机型865和70900。首先是小米10 Ultra 啊，之前865常规旗舰性能天花板啊，这个机子前期呢我们做过降压超频，为了看看正常系统调度，这一次又刷回了稳定版。实测20分钟游戏，平均呢是47.8帧，整机光呢是6.6瓦，没有降亮度。帧率表现和 GT Neo 3的天玑810差不多，但是功耗呢会更高。总体上要比上面测试的888建议机型的游戏体验都更强。70900机型这里我们还是用 Mate 40 Pro 测试为主，20分钟平均帧率呢是42.4帧。整机功耗不高5.2瓦，但是帧率确实也很不稳，锁到40帧的时候依然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波动。游戏过程中屏幕呢是强制降到了135尼特。高负载游戏表现不如865的10 Ultra。当然，之前视频我们也说过，70900的核心优势还是 CPU 能效比较强，日常使用呢不错。但是它的 GPU 能效相比88呢是属于半斤八两了，而且 Mate 40 Pro 本身的性能释放呢也不强。OK， 那么简单小结一波，从原神 2.8 版本到 3.0 版本，不仅仅是璃月、蒙德、道奇这些原来的跑图测试负载压力变大了，新的虚拟地图更是对手机的整体性能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去年秒天秒地的 iPhone 13系列在 3.0 虚拟地图下表现呢，可以说是跌下神坛了。iPhone 14标准版的体验呢相对好一些，但是机身温度依然挺高。两款14 Pro 机型的游戏体验呢都不咋地，降亮度问题比较影响体验。当然，按照功耗和平均帧率来看 ，A 系列处理器的能效依然是领先所有安卓旗舰了。主要问题呢还是 iPhone 的散热堆料太弱了些。按照 A15、A16 的能效，让安卓厂商来做的话，随便整个 VC 均热板，稳定在5.5瓦左右的性能释放，那么征服手游端原神还是很轻松的。当然，需要说明的是 ，iOS 端原神本身的渲染分辨率是要比安卓端更高一些的，一个是740P，一个是720P，实际负载压力呢也会更大些。另外 ，iOS 端后期特效也可以开到极高，安卓端呢只能开到高啊。当然，这次横向对比的时候，我们都是开到高测试的。骁龙8加机型如果开放调度，那么原神整体流畅度还是 OK 的。但是开放调度对于机身散热功耗依然是压力山大，估计呢只有黑大粗的游戏手架可以彻底征服了。K50 Ultra 的调度在常规8加机型里面算是挺开放了，但是后半段呢还是会因为温控锁帧导致游戏体验明显下降。48度的最高温度，其实游戏体验呢也谈不上好。其他两台8加机型整体的帧率稳定性都要差一些，所以我们前脚刚刚说骁龙8加几乎是征服了原神，这后脚呢米哈游一更新，直接回到了解放前。两台天玑9000机型整体表现呢要比8加机型差一些，比如说调度还算积极的12 Pro 天玑版不如 K50 Ultra 的帧率稳，X80则是不如另外两台8加机型。两台天玑810机型整体帧率呢又比天玑9000加8加机型呢弱些，并且容易降亮度。所以原神3.0虚拟手游端想要全开流畅运行，那么目前来看只能等骁龙8 Gen 2天玑新旗舰的表现。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大米觉得一方面呢是虚拟地图整体的植被覆盖要比其他地图更多，渲染压力呢会更大些。另外可能是新版本增强了远景的细节这里我们用之前2.8版鼠居时测试场景和3.0版本对比了一下，
同一场景呢，3.0版本远景房子的窗户会更加清晰一些。当然了，因为画质对比的场景还不够多这个单一场景的画质对比呢仅供参考，实际上我们也无法退回到2.8版本去和3.0版本做一个详细的画质对比现状呢就是同样跑图线路，3.0版本确实比2.8版本压力更大。当然，因为3.0游戏上线呢其实也没有太久，也不排除后续米哈游这边呢通过游戏更新来进一步优化流畅度。OK， 那么以上就是关于原神3.0版本虚拟地图各家旗舰 SOC 性能测试的对比了。因为本期测试数据量巨大，如果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还希望各位老铁能够给3连支持一波，这是我们继续更新视频的最大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